6.50。好，Hello，各位老师晚上好。好，那么咱们今天开始继续学习新架二路的一些动作。今天晚上呢，咱们学习翻花五袖、延手拱拳，还有飞步腰揽肘。好，那么咱们今天的动作呢，是涉及到了一个跳跃型的动作。翻花五袖大家应该都熟悉，是老架二路里的一种动作。那么新架当中呢，新架二路呢和咱们老架二路当中的这个翻花五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认真去学习，包括它的手型、手势以及翻身跳时候的这一些身体动作。好，那么咱们上一节课学习的这个撇身拳，学完以后，学完以后，咱们去做了这个斩手。那么咱们今天晚上学习翻花五袖，翻花五袖。那么从上一个动作呢，咱们是走到画圆完结束之后，落掌砸拳，摆脚上步，砸拳上步，对不对？砸拳上步正脚。那么好，今天要学一个跳跃型的动作。那么老架二路大家都知道，翻花五袖呢是以插步为蓄力，然后进行翻身转换，然后进行跳步正脚，对不对？好，那么同样今天晚上咱们学习呢也是一个翻花五袖。那么翻花五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先看动作，先看一下动作。好，各位老师也晚上好。看一下动作，咱们把这个翻花五袖好好学习一下，它和老架二路不一样。好，先从正常方向去看一下，咱们打完这个斩手之后，正脚身体是朝向于斜后方，朝向于斜后方的时候，注意看这个地方，咱们先要有一个蓄力，双手进行身体松右胯螺旋下沉的过程当中呢，双手双掌自然由右手由拳变掌，走右逆左顺，向身体的右上方捧起。捧起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松右胯，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沉。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蓄力的过程，蓄力的过程，身体螺旋下降，蓄力摆掌。然后，当我们开始松胯下沉的同时，重心逐渐将右腿继续下沉，将右腿的这个弹簧蓄好。蓄下来之后，迅速的通过你的腰裆转换，这个地方咱们去强调一下，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会儿跳的时候咱们怎么跳。好，摆上去之后蓄力，好，翻掌下捋，提左膝，提完之后转身跳步，然后倒翻身。切完掌之后，双掌同时下切掌，转过来的过程当中双正脚，双正脚。好，把这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打完这边上摆脚，斩手翻，这个是咱们新架当中的一个翻花五袖。好，那么咱们新架当中的翻花五袖呢，首先咱们要强调以下的几个点。首先咱们跳步是和老架二路当中的跳步是不一样的。那么老架二路当中是以插步为蓄力，身法下沉。咱们的身体在插步的时候本身就有一个拧转蓄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仔细观察一下，当我们的右胯松转的同时，你的双腿左腿放松下沉，右腿相合右胯，这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螺旋拧转向下进行蓄力，你的右腿上随着身体的下沉像弹簧一样向下尽力去压缩，把力量蓄好。蓄好的同时，我们的双手随着身体的右转，咱们的动作都说过以身领手，对不对？那么身体旋转会带着你的双手尽力的去向上去摆，摆的过程当中，右手逆缠，左手顺缠，捧到自己的身体右上方，与自己的身体右侧线形成相合。那么这个时候很多老师会产生疑惑，那老师你不说左手不能超过中线，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跳跃的同时一定要记住，跳跃的过程里我们的中线和左手还是相合的，从这个方向看一下。比方说打完跳到这儿以后，咱们要翻身跳，对不对？你在合胯的同时，身体在合右胯的过程当中，中线会向右转动，那么你的左手
还是在中线的这个位置形成一个相合，蓄力摆掌，然后迅速的向下去捋，向下捋带的过程，腰当转换。大家现在这会儿先不要在意方向，先把自己的腰胯学会拧转、开合，把力量蓄好以后，然后让身体的拧转，同时加上双腿的弹跳，形成转身动作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去给大家说应该跳完之后转到哪个方向的动作，好不好？好，所以说慢慢来，不要着急，从这个方向再看一下。当我们定掌打到这个位置以后，好，翻身体的螺旋拧转，膨上去之后，好，下沉，沉转的过程当中，你的腿上又开始继续蓄力，本来向右拧转的这一下已经蓄力了，对不对？好，向下沉的过程当中继续蓄力，蓄力的同时，好，先看两个脚不跳跃的交替动作，提左腿向左后方转身，左脚先落，双手向上摆动，因为你的右双手是从这样由下向上走了个弧线，走弧线的同时，哎，将你的左腿与双手形成相合，起腿之后转身落脚，然后继续旋转，根部劈掌。那劈掌的这一瞬间下来以后，你的双掌不是按下来的，是劈下来的。斩手是劈下来的。我们的发力点在自己的掌根上，击在哪个位置？左手在后，在内，右手在前，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是一个劈掌下沉的一个动作。好，来我们再看一次，从这个方向看，大家可以看到正面。打完拳之后，好，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同时你的双手，右手由拳变掌，右逆左顺去蓄力，把力量向上去捧，然后转双手下沉，左逆右顺下捋，捋的过程当中提左膝，心架当中的跳跃动作转换的方向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在转换的过程当中，身体和手同时形成一个旋转的力量，来带着你的手去往上走。好，过，提左腿，跳右腿，转身，转过来。好，来再看一次。那么大家这会儿呢，先不要在意老师我能转多少度，老师我转完以后方向应该面朝哪里，先不要着急，然后慢慢的，咱们把这个动作学会了之后，再给大家说，你打完这个，哎，啪，斩手之后，你应该跳到哪个方向，好不好？先不要着急，先学会动作。好，来我们继续，来斩完手之后，咱们慢慢去分解它。好，右胯松沉，走摆掌，右逆左顺，右上方膨出。好，迅速下捋，捋的过程当中，双手的下捋带动着自己的左膝上提，提的过程当中，手是不是继续往左上方去走，对不对？往左上方去走的时候，会给你身体的一个旋转的惯性，带着你的左腿翻胯，好，转二落下来，下来的过程当中，双震脚，左脚先落，右脚再落，双手顺势随着身体的下沉向下去劈掌，劈下来，啪，劈下来，然后劈下来的手掌呢，左手在内，右手在外，左手与右手形成一个前后，那么右手要略微高于左手的位置。好，来再来一次。好，打完以后，松先翻，好，下沉捋掌，捋掌的过程当中，好，起左腿，继续往左去翻转，好，跳，落，哎，好，再看一次，斩手，这会儿咱们先不震脚，先学会跳，打完以后走翻，沉，起腿，跳，落，好，再来一次，走，好，1、2、3、4，好，换个方向再看一下，好，这边斩完手以后，走1、2，起腿，3、4，哎，好，正面看一下，啪，斩完以后，走起，1、2、3、
4，好，背面看一下，站完，走1、2，起腿，3、4，好，那么这个动作基本上大家只要能学会这个身体的旋转，怎么去转出来，好，现在教给大家方法。动作上的内容呢，先给大家教学了一个简单的方式，那么怎么去跳，包括这个动作的细节，咱们同时去讲。首先第一个，我们在跳跃的过程当中，你看咱们上步一个展拳之后，逐渐的先将你的双胯进行松沉。那么松沉的理由是啥？咱们都知道，想要移动重心，你想要做到的是啥？先松胯下沉，做到力从地起，对不对？首先的要求就是力从地起。那么你力从地起的主要来源就是你腰胯的向下松沉，对不对？那么松沉到脚底之后，地面传来反作用力。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蓄力，身体的右转带动着你的双手向右上方膨出。那2的过程里呢，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继续在向你的右腿和你的双腿上继续施压，对不对？去施压。但是这个过程里边，想想咱们进行旋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逢转必沉，当走后弧？那么当我们在下捋的过程当中，注意看老师在教学的时候的腰当，回到右腿之后，身体是右转的，但是在你下沉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当走后弧？那么这个时候是往你的哪个腿施压？右腿，对不对？所以说你右腿为主要弹跳的动力。你看从右侧，本来这个腰当胯在左边旋转，对不对？在你下沉的一瞬间，是不是来到右腿上了？所以右腿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弹跳的弹簧腿，所以右边的压力是最大的。那么当弹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之后，那么势能就会转化为动能，对不对？就是弹性势能。你看咱们的大腿已经弯成这样了，弹簧压下来了，那么弹簧想要蹦出来，是不是就要转化成动能了，对不对？然后咱们提左腿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身体它是不间断的，直接将你的身体捧起。好，回来之后，手的下捋和你右腿的松沉向上迸发，形成统一。当我们下沉到位以后，好，那么你的双手是不是到位到底儿了？从小腹丹田划过之后，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向左上方的力？那么这个时候，随着身体的旋转和双手的摆动，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螺旋劲儿？对不对？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就形成了螺旋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螺旋劲儿在产生的过程当中，你的左腿形成了提膝翻胯，那你整个身体是不是都会随着你的这个手摆往右去转，往左去转，对吧？往左后方去转。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形成了同时向上去迸发，随着身体的旋转也是拧起来的膝盖，同时向外翻胯。那么你的身体随着双手的摆动，随着左胯的外翻外蓬，形成了一个向外的力量。那么你的右腿又随着你的双手向上向外，腿的上领向外，形成了一个它在主动向上蹬腿弹跳的同时，又借了一个双手和左腿的一个向上的引劲儿，对不对？所以借助着这两个力，一个向后，一个向上。所以说太极拳当中所给大家讲的没有直线，没有平面，是不是就在这一刻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直线你也可以转，但是斜线你也可以转，但这也是直线。但是当我们走成弧线的时候，你就成了两个方向的力，对不对？又向上又向外。所以说旋转和弹跳同时产生到了你的身上，既拥有了拧转，又拥有了弹跳的引劲儿，往上引的引劲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借助这个力量，当我们看沉下去，摆掌蓄力，好下，屁股是不是来到右边了，对不对？借助着这个劲儿，中间不要停，翻，落下来，形成了双切掌下沉。
所以说，以及你的翻胯弹性势能，然后通过你身法的旋转，双手的上领，让它从势能转化为了动能，成为了一个有弹跳的一个动作。那么既向上又旋转，所以同时产生到你的身上，就形成了不需要我们像老架二路当中一样，哎，斩首下沉，然后摆脚尖再这样去翻的一个动作了。所以说，新架当中是不是更具有我们身体拧转时候的一种螺旋劲儿？所以在这里大家就要记住了，动作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要以哪为主？以腰胯的拧裆旋胯为主，以身体四肢的领带为辅。所以拧转与螺旋以及牵引，就是领带劲儿、带劲儿，要形成统一，这个时候才能让我们进行翻转。什么统一？形成方向的统一。方向在哪？向上向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腿在弹跳起来的一瞬间，是不是就是被你的双手和左腿同时带的向外去旋转，对吧？那么我们转起来之后，一定要记住，左腿在旋转到半空时，要提前的形成松胯下沉。大家想想，我在给大家讲老架一路的时候的那个玉女穿梭的双震脚，记不记得说，有的老师说，老师我震了好久时间了，都没有把这个双震脚练出来，就是棒棒两声，对不对？这个双震脚都震不出来。那么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当我们想练双震脚的时候，首先要学什么？在空中提前自己的这个，对吧？所以说，那么我们的你需要注意的细节就有这一点了。跳上来之后，你的右腿在弹跳起来的一瞬间，形成了两脚交替，对不对？就这样的一个交替步，对吧？所以说，那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的两脚交替的同时，你的这个左胯就要进行迅速的向下松沉。来，注意看一下，是不是双震脚就出来了？咚咚两声。所以说，转身翻花五袖，老架二路和新架二路，他们当中都拥有像老架一路里面双震脚的一个诀窍。那么是什么？就是在空中落地之前，先找到腰当胯的折叠与放松，才能形成这种一二两声的双震脚。所以在这也解决一下大家练了多长时间以后形成了这个震脚方式啊，纠正一下。因为现在咱们大部分的老师，就是说一句比较伤人心的话啊，咱们做的双震脚其实不叫双震脚，叫做单震脚加跺脚配合。啥意思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形式啊，你看转过来之后，就是一个脚是叭，一个脚是咚，能听出来这个声音的分别了吧？就是左脚下来的时候是跺下来的，右脚下来才是真正的震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练金刚捣对都会右胯的松沉，对不对？向下去沉坠。那么左胯大部分的时间都给它忽略掉。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太极拳练拳时候尝试着练练反架，反架的金刚捣对震脚，它也是可以有提升的，让你进行双震脚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震脚的将这些细节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斩首接翻花五袖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对不对？斩完手之后做翻花五袖，翻花五袖首先需要注意的几点总结：身体的蓄劲儿要通过腰当胯的拧转下沉、螺旋下降，让劲沉脚底之后，然后再形成转换。那么转换的过程当中还是以什么？还是以腰当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腰当胯是不是就直接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把这个地方完整的连起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好，到这儿以后，啪，砸完拳，起身，好，下落沉，摆脚尖，转，落，对不对？这是没有震脚的。那么结合上震脚的，耳机老掉，不好意思啊。掉
合上一个正脚。好，打完拳之后，啪，起。所以说，下那不对，我两个手在震完之后，还是一种往下沉，然后这叫正脚。如果是落地以后，跺脚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脚尖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就是翻花舞。我们随着身体的下沉，是不是有一个双斩手的动作，对不对？那么斩手的动作就是一个砍掌，就是一个砍掌。砍掌两个手像刀子一样劈砍下来，劈砍下来，力点在你的掌根，砰，切下来。那么好，这个动作的尽力，刚才给大家讲啊，是旋转的技巧和方力，对不对？那么下面结合攻防含义，讲东老师说，老师斩手不就是跳下来，叭往下一用劲儿不就？现在要注意2点知识。首先，第一个，传统武术当中讲究是什么？讲究是绵里裹铁，外柔内刚。那么你在下沉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做到了啥？你想要做到绵里裹铁的要求是什么？松，对不对？松，好像胳膊上一样，砰一下都沉下来了。大家都知道通背拳，对不对？通还有披挂拳，那些手甩出来的就像鞭子一样，打到自己上，发出啪的声音，啪啪的声音。然后现在需要注意什么内容？那首先需要走，不是这种硬邦邦的甩上去的，而是像两个鞭子一样，直接就走上去了。鞭子像两个鞭子一样，很放松，很放松的这样去送出去。好，不好意思没站稳，送出来的这个劲儿。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到的这个动作就是手上的劲儿，它不是硬邦邦的把身体去往上去硬的去举起来，而是像两根绳子一样，抽绳面条一样，啪抽出去往上自己去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明白了吧？你跳起来的时候，不光是蓄力砍掌，还是一种放松的轮臂切掌。劲儿透不透，就看你的手臂松不松。在落掌下沉落地的一刹那，一下切下来的这种透劲儿，整个手都是那种弹动。所以就是这个。那么好，那么好，来继续。那么切完掌之后，好，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咱们的这个动作尽力既然是由上向下去走，那咱们就要讲到翻花舞袖的攻防含义是什么了。翻花舞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它的攻防含义叫做上引下进，上引下进，和老家二路当中所涉及到的知识是一样的。翻花舞袖，好，突然跳起来，走了一个非常大的身法，但实际上攻击的是哪？腹部和丹田，甚至是裆胯，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手掌切掌的过程当中，它一方面有咱们老架二路当中的以上引下进的一个含义，同时它也伴随着咱们说，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上引下进，干脆就不骗你，就是一个由上往下打的一个身法，那么这个手是劈哪？它可不是劈天灵盖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天灵盖的硬度可是非常高的。如果说你要想着一掌下来把人天灵盖都给劈开了，那基本上是不现实的，除非你练过铁砂掌，所以说，传统武术当中劈的是对方的面子。那么你在跳起来的一瞬间，对方肯定是仰头看你。那么你的这个手在抡摆下去的这一瞬间，劈的是哪？对方的鼻子和嘴巴，啪一下都劈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拳当中的上引下进，以及它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以这个劈掌下沉的这个劲儿，像鞭子一样砰抽打出来的这个感觉，要有放松的鞭打劲儿，就是我们说的砍掌这一下的，但是它里面所蕴含的身法，以及你腰当拧转的形式，还有劈掌下沉落地，以及身体的这种相合。心架当中难点在哪里？难在于咱们的身手配合能不能更加灵活、更加缜密，对不对？更加缜密，从而达到咱们所说的身形合一，甚至是心形合一，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那么先不要着急，这个动作就是给大家在4个方向练，然后等到咱们把3个动作讲完之后，然后整体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正面背面的一个练习。好，劈完掌之后，来，这时候延手拱拳了，双逆缠打开，提右膝，右手握拳，左手立掌往外一点，右手立拳，左手立掌，正右脚开步，当走后虎，左移重心。好，这是第一个延手拱拳。心架当中的延手拱拳讲究的是两个拳法。好，当走后虎，左移重心之后，以身带手，腰当拧转，让自己的肩像甩面条一样，把自己的右拳甩出去。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拳心是朝上的，拳眼是朝外的。那么过程里面，你看咱们的这个心架当中，注意看一下我们所甩手臂的方式是什么。好，震完双正脚以后，好，打开，身体微向右转，正右脚相合，当走后虎移重心，左手横掌盖于右拳拳心之上，松左胯，拧转左侧腰当，拧转腰当向左转，以肩催肘，这是真正的，看这是真正的将以肩催肘，以肘领手的外形体现到了你的身上。所以说这个过程里面，腰当的转换，注意看咱们在教学时候的腰胯。好，翻右胯，拧转腰当，翻右胯，过程里面把你的右拳看到身体的旋转，催动着你的肩，领着你的手肘的折叠，在催动你的手腕，领着你的拳头向外去进行发力。那么这个发力和咱们延手拱拳是不同的，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发力的这个方式。好，那么在这个发力的过程当中，注意你的左手左手的位置，在你发力的同时，也是像延手拱拳一样进行一个前拳后肘的一个对拉。但是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立掌了，不是握拳了，而是什么呢？横掌形成对拉。因为这个动作是一种藏拳的动作，把拳直接掩盖起来，直接藏起来，让你看不见，啪，突然送出去，像鞭子子弹一样，一瞬间就收回来了，砰，就这种感觉，这样的一种发力形式，袖子都塞掉。所以说我们在练的时候，明白了吧？这是为什么左手是横掌盖拳的原因了，拳头要藏起来，啪，送出去。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手在打完之后，迅速的要随着身体的放松，将重心再迅速的回到你的右腿上，将你的双拳再形成第二次的相合。那么第二次的相合的时候，我们的右手就不再由拳变掌了，又重新合到了你的胸前中线，然后再从右腿上重复走一次当走后虎，左移重心，然后蓄力拉回来，再走延手拱拳，再去发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延手拱拳是不是打了2个？对不对？延手拱拳是不是打了2个？所以这里面咱们好好讲解一下，怎么才能把这2个延手拱拳不同的发力方式打得连贯，而且又爆发力非常强。所以心架2路当中发力的动作马上就要开始刺激了，所以说这里呢，好，
注意看一下，当我们打完双斩手以后，好，重心移至左腿，双手双逆缠下分体右膝，正脚身体右转，提左膝开步，左手立掌，然后放松下沉，落左脚的一瞬间，同时形成相合，合在哪？合在右拳的上方。按这个角度看，大家看不见。好，走，续，看到没有？正脚落重心的同时，合到你的右拳上方，合到位以后，当走后弧移重心，然后看好，翻胯，拧腰，肩转，催肘，肘带腕，腕带拳，送的同时，看好，注意看我的手腕，它是与拳形成一个，看到没有，领带的方式，像把拳这样舌头卷儿，像把拳甩出来一样的动作。所以这个过程你的腕都是活的。那么打出去的最大的力点在哪里？有的老师讲是在这儿，是在拳眼上；有的老师说是在这个拳头这个缝眼上。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因为每个老师打拳的这个终点输放的位置不同。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咱们非常著名的张东武老师还是陈正雷老师，他们每个人打的这个拳头的发力的最后核心点落点是不太一样的。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有的老师觉得发力的最大的梢节是在这儿，把力打到这个拳眼的这个位置，对不对？那有的老师觉得这个不合理，就换成自己的理解，把它打到了啥？咱们古代有一种拳头叫做什么呢？叫做凤眼拳，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可以自己查一下啊，百度一下。咱们那个凤眼拳呢，是突出你拳头的某一个指关节，将指关节突出出来，然后在打的同时，你看到没有？看到了吗？这个拳头是当，像一个子弹一样，像一个针一样，一下给它捅出来的，领出来，啪，甩出去的一瞬间给它弹出去，弹哪？弹到你的凤眼的这个凤眼拳的凤眼上，凤眼拳的凤眼上。所以说力点会有的老师放在关节尖上。那么这两种方式它都是对的，只是根据用法不同，然后去调节。好，来，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动作细节。好，合住之后，当走后弧移重心。好，翻胯拧腰，身转带动肩，肩转带动肘，肘领推动手，唰，领出去，然后迅速的，你看，右拳回收，松右胯，重心移至右腿，然后再下分。上合，然后续到腰间，再次的进行延手拱拳，砰，出来。所以说这两个劲儿给大家连起来做啊，然后走，然后走回来，这是两下，来把这个斩首这个地方给大家连起来看一下，1、2、3，双手很迅速的一分一合，啪就出去了。所以说这个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明白了吧？如何把它打得又快又稳又好，那么就要看你的身体够不够这种腰当胯的灵活，让你的手从大圆变成小圆。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学的都是尽量大圆，把圆画大，然后逐渐再去走小圆。所以这里呢，你看1，然后画个大圆回来，2，对吧？那实际上咱们要真正运用起来，你看1，嘣，收回来。然后走，很小一个圆，2，砰就出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把圆画的那么大了。但前提是大家得练手，开始的时候先以大动作进行运化，逐渐的感觉到，你看，毕竟咱们从老家一路直接跳到新家2路，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要循序渐进，毕竟跳跃幅度太大，那么我们就需要中间呢，通过一些大幅度的动作来领带着你的腰胯进行动作的演练。所以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延手拱拳的动作，它只是多了一个撩拳，然后再合住，再冲拳。所以过程里面呢，大家不用在意这些动作的这个最后第2拳的这个细节，因为它和老家2路当中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蓄力打拳。那么咱们只需要关注第一个就行了。那么好，给大家讲一下这2个延手拱拳的细节，
当我们翻完以后，好，先从这个方向看，翻完以后，好，双逆缠打开，好，藏手，两个手一定要记住，他的手不是这样去合的，而是这样去合，把左手盖在右手上面去藏起来，然后随着当走后呼的移重心，还记不记得咱们经常说的发力的要求是什么？三节，哪三节？胯、腰、胸，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掸出来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身体的旋转，肩背的开合，把这个手一定要记住，它和延手拱拳的直直冲拳是不一样，要把这个手打得像鞭子甩鞭一样。大家都见过公园里边那些甩鞭子的大叔还有阿姨，是吧？他们在打的时候，啪啪这样甩，那个鞭子是不是就是那个鞭头，啪啪这种声音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像鞭子一样抽打出去，就回来了，抽打出去。那么抽打的这个要求是啥？连不起来，我当你抽鞭子的时候，你送出去的一瞬间，你是不是延手拱拳？老家一路当中延手拱拳是不是定在这儿，对不对？那么大家想一下，当你抽鞭子的时候，你把这个鞭子抡出去的一瞬间，你是不是会往反方向抽一下，这个鞭子才会往这个方向去响，对不对？所以说，那当你的手像鞭子一样抽打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抽出来的这个劲儿是用什么？发现了吗？大家注意看一下我的右胯，对不对？抽出来的一瞬间之后，是不是想要把这个拳收回来，像鞭子一样掸出去的这一瞬间，力点的最大的点在哪？在你松右胯上。看，注意右胯。所以说你的拳头是怎么发的力？怎么发力？然后慢动作看一下。明白了没有？所以说这个鞭子掸出来的劲是哪来的？现在知道为啥给大家说新架当中要求胯的开合，是不是难度很高？所以它让你的身体更加柔软，小圈更多，身体更松沉，那么你的腰当胯掸鞭子的这个感觉就要更明显。所以核心在哪？在这儿。你能不能将两个力连起来？好，看着，走一，棒，是不是这直接就合住了？然后走，打完，砰，二，然后再快一点，中间就会省略一个重心了。走一，然后二，就出来了。所以说身体的运动、蓄力，两个劲儿就同时都能出来了。所以说打完以后，砰，迅速松沉，大，紧接着就是延手拱拳。所以说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给大家讲，你学延手拱拳，它只是一种发力方式，但是当你的腰胯灵活起来的时候，你不管是站到这儿，还是躺到这儿，坐到这儿，那么你发力的形式就会变得多种多样。你直拳也是打发力，它勾拳也是打发力。所以说发力，延手拱拳是一种训练方法，而不是一种进攻方式。所以大家把这个了解一下。那么这里就是咱们新架当中给大家传输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在老架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延手拱拳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让你出个拳，这都叫有击打含义了。延手拱拳的冲拳只是让你练习太极拳当中的一种发力的感觉和发力的这种方法。那么实际上，当我们延手拱拳的腰胯进行灵活的时候，你的拳速可以随意的进行发放。那么你随意发放的前提和核心是啥？是不是就是当你每打出一个拳的时候，能迅速的通过你的腰胯收回来，然后再去打下一拳？好，那么在这儿咱们就开始讲延手拱拳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啥？第二个重点也就是两个力量相连的时候，相连的过程当中，我这个手抽回来是怎么抽回来的？那大家刚才都说，哎，老师你不是说是腰胯放松抽回来的吗？不对，腰胯相合放松下沉是抽回来的其中一股力量。那么第二股力量是什么？第二股力量是你身体的本身自然有一个肌肉的回弹。什么叫肌肉回弹？就是我们肌肉瞬间，你的这个肌肉会有拉伸感，对不对？你看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当你这样去拉自己大腿往后一拉，你的肌肉拉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酸胀感，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腿自然放下，它是一下就把腿给它弹回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证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肌肉是有一个自己自主的一个回弹的动作和回弹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运用肌肉自身回弹的力量，一方面通过腰胯的松沉，另一方面通过肌肉自身的回弹，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自己的胳膊松回来呢？拉回来呢？就是要通过我们身体高度的放松，高度的放松。所以说，想要把身体看通过松胯的方式将肌肉的回弹，顺着这个感觉拉回来。那么首先你要做到2点的要求：第一，腰胯的松活；第二，肌肉的放松回弹。你打住，其实有一种感，对不对？你一放松，手掌就自然拉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胳膊也会产生一种这样的类似于弹簧手掌自然收缩的一种回弹性。所以说这里一方面是你的肌肉回弹，另一方面是你腰胯放松。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发完力之后要保持迅速的一个放松，松下来之后去体会肌肉瞬间收缩的这个向回相合的一个劲儿，那么我们才能做到周身开合自如相合。所以说在这里大家可能有点迷茫了，说老师你说了这个东西有点我不太理解了，那没有关系，如果老师说不知道什么是肌肉的回弹，你可以百度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话是差不多的，肌肉自己有一个伸缩的弹性，这就像我们自然把手臂搭下来以后，你的胳膊不可能是完全垂直于地面的，而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在我们发力的时候，你在放松的过程当中，手臂它掸出来了8、9分，然后顺着这个弹性，是不是就收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要把这个感觉加上去，心架是更加细致入微的去感受身体。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心架延手拱拳当中的一个发力。那么这个老师说，老师这个动作怎么用？你要说能用，它也是可以用的。怎么用？当我们站立的时候，你这个比方说俩人在交谈交流，以武会友嘛，然后一说抱完拳以后，好，手就放到这儿，看似什么都没有护，对不对？但你实则护了你自己的肋骨。那人一过来，这一下就聊到哪？聊到对方心窝子上。哪聊？拿凤眼去聊，拿这个拳眼去聊，棒聊到对方心窝子上。你不管是往前走，你看两人抱着拳啊，你不要过来，我不跟你打架，砰一下，侧面砰一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延手拱拳的不仅仅你能这样去用，你还能站着这样去用，这样去用，对不对？所以说延手拱拳的方式它是多重多样的，重点就是在于你的肌肉和身体足不足够去让这个力量的松活给它弹出来，给它抖出来，像鞭子一样抽打出去，是吧？没事了，在家多练练这个，随着身体的放松，把这个手自然的像2个鸡毛掸子一样掸出来，掸到哪？掸到什么感觉？掸到你的2个胳膊发麻，证明你的筋开始往外拉伸了。这样去掸到发麻，这个时候你的手臂会随着你的身体掸动，逐渐而形成一个越来越松的感觉，当然这个是捞偏门的办法啊，捞偏门的办法就是专门去练这个松沉的弹，松沉的抖，没事可以练练这个。好，那题外话就说那么多。好了，最后一个是一个跳跃的步行变换，飞步腰揽肘。好，那么这个地方也开始难了。打完延手拱拳以后，好，延手拱拳结束，来，当走后弧，重心移到右腿。那么移到右腿以后，是不是咱们要合右胯，对不对？来先看动作。好，延手拱拳，当走后弧，重心移至右腿，合右胯，右拳走弧线拉至自己的腰间，左拳好，迅速收回变掌，然后迈左步，冲右拳，左手顺势拉至自己的腰间，拉起来以后走上左步，冲右拳，好，插左步，转换，对，往这边来一点，
转换拉至腰间，拉至腰间，右拳顺势拉至自己的腰间，左手与右手形成一个，我稍微侧一点，拉至自己的腰间，左手与右手形成一个对拉，拉开，看到了吧？拉开，右拳在腰间，左拳变成手掌，和右拳形成对拉。好，合肘正脚下沉，像咱们的风扫不是风扫啊，对，井栏直入风扫梅花的那个动作一样，拉开之后，合肘的同时，迅速将两腿向外打开，然后松胯下沉，走，明白了吧？好，来再看一次。好，来延手拱拳。好，合右拳拉至腰间，同时左手由拳变掌，对拉提左膝，迈步，拉左步，拉回来，对拉，走。好，再看一次。走，冲啊！先从延手拱拳，不好意思，从这个地方冲拳。好，对拉，上步，冲拳，插步，转，拉回来，对拉，左手穿掌，右手拉拳，形成身体的对拉。好，好，来换个方向看一下，从这边延手拱拳，走，好，起，落脚，冲拳对拉，插步，领回来，拉开，好，再看一下，走，延手拱拳，好，1、2、3、4。好，那么这个动作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跳跃型的动作，跳跃型的动作。那刚才呢，先教给大家步法，那这个步法像啥呢？像不像玉宇穿梭？但是它不一样，它的这个步法呢是先迈的左脚，不是先迈的右脚。所以咱们落地的时候是左脚先落，然后蹬左腿上右步，跳插，然后转换再震。它和咱们的玉宇穿梭不一样，咱们玉宇穿梭是上左步插右脚，这个是上右步插左脚。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好，然后把这个动作慢慢的变成跳跃型的一个动作，拉到腰间之后，好，落左脚的过程，走，出拳，拉回来，棒，出来的这一下，所以这个动作叫做跃步。是不是这样？转身，摇篮肘，对不对？这个叫做跃步摇篮肘。跳完之后插步过来转换过来之后一拉，也是个摇篮肘，明白了吧？所以大家不用纠结这个回身老师你在扣肘的这个动作在这干啥了，偷偷摸摸的，它也是一个摇篮肘。从这个方向大家就可以看清。你看好，飞步摇篮肘起，跳步过来，是不是也是摇篮肘的一个动作？那么它多了个啥？咱们上一节课是不是讲了井栏直入的过程里边，它的这个双震脚是怎么震的？松胯下沉，同时两腿向外撑张，然后整体向下沉坠，形成了一个同时的震脚。那么这个摇篮肘的震脚也是同样的，只不过是重心在一侧，咱们从重心在右侧变成了重心在左侧，明白了吧？所以它这个双震脚的要求和咱们上一节课讲的这个井栏直入、风扫梅花，它的这个双震脚的要求和原理是一模一样。要的就是身体的迅速下沉，腰胯折叠的同时进行一个砰，同时的一个震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飞步摇篮肘的动作当中，注意以下几个细节。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身体和手一定要形成螺旋式的回收。那么很多老师说，老师你这直接一拉拳一起腿不就行了？不，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按照太极拳当中的螺旋转身、螺旋运动以及螺旋变化的一个身法要求。那么我们在出完延手拱拳之后，
在拉右拳的过程当中，先松左胯，当走后弧，靠着这个松左胯当走后弧的时候，你的右拳是不是随着身体的左转领了个弧线？然后当走后弧右移重心的时候，又随着身体的后移拉在了自己的腰间。然后这个地方注意一点，千万不要往后躺，要进行重心的移动，移到右腿上。你的右拳是正好的走了一个弧线，1、2，拉到了自己的腰间。那么我们的左手来注意看一下，看随着身体的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看松左胯，左手顺势立掌合于胸前中线，然后随着身体的右移重心和身法右转，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左肩向前右肩向后的一个对拉，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左掌随着身体的旋转向前推掌，右手握拳回拉，然后这个动作就形成了。看好，松左领右对拉立掌藏拳，然后过程里面好形成相合之后，1、2，来右腿合重心，重心到右腿了，和右侧的腰胯顺势提膝，落脚，落脚的一瞬间，好，右腿向前去蹬劲儿，像玉宇穿梭的要求一样，后腿去蹬，向前去蹬，左腿向上去蹬，将两个劲儿形成一个统一，插步。好，再看一次，来，走，好，1，好，落左脚，蹬右脚，看到没有？先下沉，走，送，冲出去。冲的时候同样是身体的一个对拉。这个地方的对拉，你看韵律穿梭是不是这样拉？那这个月步护心拳，月步护心拳就是这么拉，这样去拉，走上步，这样去拉。然后同样的手脚法也是，看到了吧？是这样去拉，只不过两个手由韵律穿梭的手掌变成了对拉冲拳，所以明白了吧？它只是一个相反的韵律穿梭的步行，实质上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好，再看一次，走，好，1松胯，画圆相合，收腿，落脚，走送，插步，对不对？插步，把拳头送出来，好，转换起，拉出来了这个力量，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要求拳头上要随着身法的旋转进行收至腰间，穿掌捧，进行一个动作的外放。那么后边这个跳插步，这个重点其实咱都讲过很多次了。韵律穿梭跳步的要求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落完左脚之后，先下沉，怎么去落左脚？很多老师就是身体往前一扔，啪，蹬了一下左步往前去跳，那么你肯定跳不稳，跳不远。那所以我们怎么跳呢？走，先下沉，穿，这样你的身体就跳得更远了。所以你需要遵循的是什么？每次进行移动的过程当中，你的支撑腿，右腿这种支撑腿或者左腿的支撑腿，它是要借劲儿的，不是说借那种蛮劲儿、僵劲儿，而是借什么劲儿？松胯下沉的劲儿。那么松下来是不是说给地面有反作用力啊？对不对？所以松下来右腿的一瞬间，和你的左腿就形成一个落，右腿有蹬劲儿，往上蹬着走，左腿顺势是不是来了一股向前的劲儿？那么左腿只需要啥？往上蹬，是不是你的身体就开始又拔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跳跃想要跳得又远又高，你需要怎么办？和跳两个身体上的身法以及动作上的发力，都要通过松胯下沉，然后身体的转动以及尽力的力从地起，行于腿，发于四梢这样的一个要求，起于地，发于四梢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注意跳得远以及跳跃步时候的发力，那么过程里头掺杂了步伐的转换和身体的旋转，对不对？你看上右步身体旋转，那你右拳的劲儿怎么来的？对不对？明白了吧？所以说大家，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成一个自己像韵律穿梭，比方说想练反架，韵律穿梭这个步行老练不好，反向的韵律穿梭老练不好，棒，你就可以把这个动作作为反向太极拳韵律穿梭的步行练法加入到其中，明白了吧？
好，那么最后一个到位之后，很多老师说，老师你转过来，你这个身法，哎，这个拉一合是怎么做到的？胸背的开合，咱们以前讲过，延手拱拳的发力分三节。那么当我们打腰篮肘的时候，你看插完步之后，好转过来对拉，那拉的过程当中你拉的是哪？胸背对拉开，那拉开的同时你不能光去挺胸啊，光去挺胸的这个劲儿是不是就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靠什么？靠腰当胯，腰当胯的转换，左肩往前，右肩往后。那么过程里边，记住啊，这个地方不要挑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挑肩。通过你身法的转换，胸背的对拉，你看左肩挺到这儿，右肩随着身体的旋转向后拉转，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形成了一种蓄劲？然后在打下来的一瞬间，好，一步腰篮肘，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以胸背相合劲儿，和身体的放松下沉这样的一个劲力体现到了你的身上之后，形成了一种胸腰折叠，看拉出来以后发力，是不是胸腰折叠？是不是形成了胸腰折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打腰篮肘的时候，第一个劲儿在胸背上，第二个劲儿在腰腹上，第三个劲儿在双胯上。双胯上什么劲儿？下沉，这样的一种相合发力。所以说很多老师说，哎呀，老师新架二路的劲儿好难呀，老架一路都没见过。还是那句话，没有关系，先学路数，因为大家跟着我学习的时间肯定会很长，对不对？大家说学完新架二路以后，肯定要再跟我学的别的东西，因为有的老师喜欢的话，肯定要学别的套路内容，对不对？跟着我一起一点一点的进步，下一节课说不定就开新架一路了，对不对？下一节课再说不定就咱就开老架二路了。所以说老师们不要着急，等我们把这个套路弄会了，只当是个预习呀，对不对？预习完了，然后把套路从最基础的一点一点的劲儿，再去一点一点的给它翻出来，怎么练，怎么搞，怎么去走劲儿，再给它弄到自己身上，所以就可以了，知道了吧？只当咱们新架二路这一趟的学习是一个学模子的过程，对不对？你看学老架一路还得6个过程呢，学正拆捏顺定，是吧？这还得6个步骤。那么新架里面也不说咱需要6个步骤，但是起码咱们得要把新架的路数先弄会，对不对？学架子、正架子、捏架子这3个东西咱得先弄好，对不对？那就先不说拆定顺，是吧？先把学正捏咱都搞好，然后再说后边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把这几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的从咱们今天的斩首、翻花舞袖，一直到这个跃步护心拳，正面、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先从这个方向，从这边，好，走斩首，斩完之后，走放松，好连起来，我就不带口令了，直接带着演示，下来，然后推，走，好，来这个方向。别给我整忘了，换个方向走，起，好，这是咱们的正面和背面的展示。好，那么今天这个咱们教的3个内容就结束了。下面大家可以提出来，给大家解决一下对于今天的3个动作。Hello，哎，新架二路是真的累，它比老架二路累多了，我感觉。好，老师们有问题吗？
Hello，你说提问题人都跑完了，都这么自信了，都学好了。Hello，那如果老师们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不好？你看老师们也不搭理我，看来今天这节课学的还是比较通透的，课下呢多练习了，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好，那么新加二路主要在于大家课下的勤奋练习，然后多多训练，多多练，然后有什么不会的问题呢，在群里面及时找我沟通。好，各位老师辛苦，好，再见，拜拜。